通用直升机是一种对各军种都非常重要的武器装备，在经过相对简单的改装之后，一款通用直升机便可以衍生出多个版本或执行多种任务，用以充当武装运输、战地搜救、火力支援和特种作战等角色。通用性是目前武器发展的一大趋势，小到各类轻武器、装甲车辆，大到水面舰艇和各类军用飞机，都在向通用性方向发展。一款通用性能优秀的作战平台，既可以发挥多用途的任务属性，也可以大量降低生产和维护成本，提高作战效率。就通用直升机领域而言，国际上较为成熟和知名的系列，包括美国希科斯基的 UH-60黑鹰直升机、美国贝尔公司的 UH 一型直升机，以及欧洲北约直升机工业的 NH-90直升机等等。我国的 G20问世较晚，但是具备比较强的后发优势，在整体性能上更为优秀。随着我国 G20的广泛应用，将极大提升我国各军种的战术投送能力。一款优秀的通用直升机，其最基础的属性通常为战术运输能力，在此基础上加装其他任务组件和武器单元，便可以满足多种作战环境，包括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以及特种作战部队等等，都对通用直升机有着大量的需求。较早期通用直升机的代表型号是美国贝尔公司出品的 UH 一型通用直升机。在1950年代初期，美国陆军对新型军用直升机的需求与日俱增。当时美国陆军所使用的直升机，要么体积太大，要么动力不足，亦或是结构复杂难于维护。因此，美国陆军期望研制一种体积适中、机动性强、结构简单而且易于维护的军用直升机，不但可以将全副武装的士兵快速投递到战场各处，也可以进行武器弹药的投送，甚至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火力支援任务。到了1955年，美国的贝尔公司在20余家竞标单位中脱颖而出，为美国陆军提供了 UH 一型修伊直升机。修伊直升机的总产量超过16000架，其中接近半数应用在了越南战场。经过实战考验的修伊直升机表现优异，成为美军不可或缺的战术力量。在实际应用中，主要担任兵力投送、火力支援和战地搜救等任务。到1960年，美国陆军提出了空骑兵战术概念，也就是利用直升机进行战术兵力投送的作战理念。为此，还相应开发了一系列的战术课题，包括火力突击、快速投送、空中补给、战术指挥和武装侦察等等。直升机部队在长距离兵力投送中表现优异，同时具备机动灵活的特点。为了验证空骑兵战术理论，美国陆军对第一骑兵师进行了改编，在越战期间为其配备了大量修伊直升机。在1965年底的越南德浪河谷战役中，美国第一骑兵师的直升机营参与战斗，这是美国首次采用大规模直升机机降突击战术。在此次战役中，直升机编队发挥了快速投送兵力的优势，并担任了空中补给和火力支援任务。此次战役美越双方互有损失，对胜负也各执一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直升机的运用确实令美国获得了一定的优势。修伊直升机在美国也一战成名，美国陆军第一骑兵师也因此获得空骑一师的称号。随后，美军对通用直升机的发展更为重视，随后又开发出了修伊直升机的替代型号，也就是希科斯基公司的黑鹰系列。尽管通用直升机在现代军事领域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但也并非十全十美。相比于武装直升机，通用直升机的火力和装甲相对不足，相比于大型运输直升机，通用直升机的运力相对有限。尽管如此，通用直升机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第一，通用直升机的各项性能适中，具备专用直升机无法兼顾的多功能性。第二，通用直升机的成本相对较低，可以大规模装备使用。第三，通用直升机的构造相对简单，零部件的通用性强，便于维护和使用。以美国的黑鹰直升机为例，其标准型 UH-60
以及多种衍生型号，几乎参与了美国近几十年来所有重要的军事行动，既包括常规作战任务，也经常出现在特种作战领域。UH-60的海军版本也是美国大型水面舰艇的必备舰载机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通用直升机的作用正在愈发凸显。随着我国直20的出现，大幅度增强了我国的战术投送能力，也令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具备独立研制此类军用直升机的国家之一。下面就让我们从动力、航电、武器和通用性等几个方面，来一同走进我国军用直升机领域的又一优秀代表——直20战术通用直升机。UH-60的改进和衍生版本众多，目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型号是 UH-60M。UH-60M 由美国陆军采用，是 UH-60系列较为先进的版本。相比于早期版本， UH-60M 应用了动力更为强劲的 T700GE701D 型。该型号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 T700系列涡轮轴发动机较为先进的型号。T700系列除了被黑鹰直升机使用外，还被应用于美国贝尔公司的超级眼镜蛇攻击直升机、蝰蛇攻击直升机、毒液通用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以及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的完美鹰直升机等等。UH-60M 采用的 T701D 型发动机能够达到2000轴马力的最大功率输出。UH-60全系列以及衍生型号均为双发布局。美陆军的 UH-60M 长约 19.76 米，宽约 2.36 米，高约 5.13 米，空重约 5.7 吨，最大起飞重量约10吨。UH-60采用了4片主旋翼和4片尾翼，主旋翼直径约 16.4 米。UH-60M 的桨叶经过了加宽，并采用了更加耐用的变速箱。UH-60M 的极速在每小时294公里到357公里左右，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282公里。UH-60M 的升限在5800米左右，作战范围约590公里，携带副油箱的最大航程约2200公里。NH-90主要分为2大版本，分别是战术运输版和海上战术版。NH-90采用了双发布局，长约 16.1 米，空重约 6.4 吨，最大起飞重量约 10.6 吨。NH-90采用了4片主旋翼和4片尾翼，主旋翼直径约 16.3 米。NH-90可以选择2套动力系统，一套是来自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 CT7 81涡轮轴发动机，另一套是来自罗罗透博美卡的 RTM322 涡轮轴发动机。通用电气的 CT7 系列是美国黑鹰直升机所采用的通用电气 T700系列的商用版本，单发的最大功率接近2500马力。RTM322 引擎目前由法国赛风直升机发动机公司制造，单发最大功率在2400马力左右。NH-90的极速约每小时300公里，升限在6000米左右，作战范围在800到1000公里左右。我国的直20在外形上与美国的黑鹰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着明显的不同。最显著的外在区别包括机身长度、尾翼布局、整流罩的位置以及机身的弯角等等。
并且 G20 采用了5片主旋翼，能够提供更大的升力和更稳定的制空能力。我国的 G20 估计采用了国产的涡轴10系列涡轮轴发动机，单发的额定功率在2150轴马力左右，最大功率估计在2600轴马力左右。G20 长约20米，高约5.3米，主旋翼直径约16米。G20 的空重估计在5吨左右，最大起飞重量能够达到10吨。G20 的极速可达每小时360公里，续航速度可以保持在每小时290公里，升限在6000米左右，作战范围约560公里。比较而言，我国的 G20 在续航速度和极速表现上要优于美国的黑鹰以及北约的 NH90， 在升限表现上，三者都能达到或接近6000米的高度。从作战范围上看， NH90 的表现最好。我国的 G20 与美国的黑鹰基本属于同一水平。从发动机性能上看，美国黑鹰所采用的 T700GE701D 型涡轮轴发动机较为先进，额定功率在2011轴马力左右，而我国涡轴10涡轮轴发动机的额定功率在2145轴马力左右。仅从功率表现上看， G20 要稍强于美国的黑鹰直升机。另一方面， G20 可以在高海拔地区作业，也说明 G20 发动机的稳定性得到了有效的验证。美国的黑鹰直升机拥有2到4名标准组员，分别是2名驾驶员、1名机长或炮手。黑鹰的内部可以容纳11到14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或6副担架，内部总承重能力在 1.45 吨左右，外部挂载能力在 4.1 吨左右。北约的 NH90 包括2到4名标准组员，分别是2名驾驶员、1名装卸主管以及1名传感器操作员。NH90 的内部可以容纳20名士兵或12副担架，外部挂载能力在 4.2 吨左右。我国G20的标准组员为2名，内部可以容纳1吨的货物，以及12到15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外部的挂载能力在4吨左右。就运载能力而言， NH90 的人数携带量最多，我国的 G20 要稍强于黑鹰，三者的外部挂载能力以及内部承重能力基本处于同一水平。美国的黑鹰直升机可以携带多种武器，可供选择的武器单元主要包括美国 M60 7.62毫米通用机枪、M240 通用机枪、M134加特林式多管机炮或 GAU-19 重型加特林式机枪。除了轻武器外，黑鹰还可以携带火箭弹发射器和多种小型导弹，包括 AGM-119 反舰导弹、AGM-114 地狱火空对地导弹以及 M92刺针空对空导弹等等。北约 NH90 的主要武器是一挺 7.62 毫米或 12.7 毫米固定式机枪，其舰载版本还可以配备鱼雷或空对面导弹。我国的 G20 可以搭载丰富的火力单元，除了常规的轻重机枪外，还可以搭载我国的红箭10反坦克导弹，舰载版本还可以挂载鱼雷。比较而言， NH90 能够配置的火力单元相对简单，数量上也相对较少。美国黑鹰直升机可用的武器配置相对丰富，每架黑鹰的常规火力配置是2挺轻机枪或2挺重机枪，增加机身两侧短翼之后，可以增加4个挂点，每个挂点最多可以携带4枚地狱火空对地导弹或2枚刺针空对空导弹。如果搭载火箭弹发射器，每个挂点可以挂载一个7管或19管火箭发射器。我国G20的标准武器配置为1到2挺轻重机枪，增加机身两侧短翼之后，可以携带火箭弹发射器，以及各类先进的制导武器。
美国的黑鹰直升机于1970年代开始研制，目前的总产量约4000架，各类衍生型号和迭代版本已经产生了数十种。代表型号包括美国陆军使用的常规型 UH-60M、特种作战版本 MH-60K、MH-60L 以及 MH-60M， 美国空军使用的 HH-60U， 美国海军使用的 SH-60， 以及各类出口版本。目前，黑鹰直升机在国际市场上拥有20多个用户。美国本土拥有的黑鹰直升机总数在1500架左右，最大的国际用户是韩国、日本和土耳其。黑鹰直升机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比较强，经过简单改装之后便可以适应多种任务环境。较为先进的版本还注重隐身材料的应用。黑鹰直升机可以由 C-130运输机运输，以便抵达远程地点。黑鹰直升机可以通过加装机侧短翼来挂载更多的武器单元、功能吊舱或副油箱，也可以通过改装航电设备和增加隐身性能来执行特种作战任务，是一款非常优秀的通用直升机。根据型号、批次和搭载装备的不同，黑鹰直升机的成本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每架黑鹰直升机的成本大致在600到1000万美元左右。美国陆军已经于2019年发起了未来远程攻击机项目，用以在未来替代黑鹰系列。新型的替代品计划于2030年代投入使用，而黑鹰直升机将在使用寿命达到50年后逐步退役。北约的 NH-90于2007年投入使用，机身采用了大量复合材料，内部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需求快速更换任务组件，并可以根据任务环境增加装甲或防结冰系统等等。NH-90的客户以北约成员国为主，可以根据采购方的需求配备不同的航电、动力和武器单元。NH-90的单价非常高昂，单位成本估计在4200万美元到5900万美元左右。部分中东用户的采购价格可能更高。NH-90最大的用户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尽管综合性能优异，但是 NH-90也存在一些显著的问题，包括维护和使用成本过高、设计缺陷、任务时长不足等等。澳大利亚已经决定使用美国的 UH-60M 替换 NH-90系列，比利时和挪威也决定逐步淘汰 NH-90。我国的 J-20于2013年首飞，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属于通用直升机领域的后起之秀。但是也具备非常强的后发优势。J-20采用了5片主旋翼，配合强劲的动力单元，可以在高海拔地区执行多种作战任务。J-20的机身采用了复合材料，机上配备了先进的防冻和除冰系统，能够适应复杂和气候环境。J-20搭载的电传控制系统能够大幅度增强机身的稳定性，玻璃驾驶舱和多功能显示器的应用也显著提高了驾驶员的环境感知能力。不仅如此，我国的 J-20还配置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和导航设备，机身的坚固性和稳定性也达到领先水平。除了综合性能优异外，J-20还具备非常高的性价比。在性能比肩国际先进水平的同时，J-20的单位成本却相对更低。由于不依赖外国技术和设备，我国的 J-20能够根据需求大批量生产。总体而言，我国的 J-20在综合性能上非常优秀，可以比肩美国黑鹰直升机的最新批次，在部分领域的性能更为领先。随着我国 J-20数量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各军种的战术投送能力和机动作战能力，成为我国通用性作战平台的重要一员。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视频，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